今天啊，有个大龄剩女啊，她跟我怼起来了，真的是不愧是大龄剩女哈，我服了。我不跟你白头了好吗？她今年35岁了哈，北京本地人，学历本科，170的身高啊，家里有2套房，有车，收入1万多啊，体制内工作，按说她这个条件还可以，但是呢，短板太长了，她年龄有点大嘛。我刚一开口提到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她就跟我抢话说：“姐，你放心啊，我要求不高。”我也知道自己年纪不小了，我也不想攀高枝儿，什么高资产的，我也不找那个气受，我也没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我就找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就行了。他说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啊，最好呢对方是北京本地的，大家谁也不图谁的，我有的他也有就行了。本科以上学历啊，身高在178以上，自己家有2套房，所以对方也得有2套以上，唯一的就是收入呢得比自己高2倍以上，别整的啊以后我还跟他一起辛苦养家，我会看不起他的。长相的话呢，最好顺眼一点啊，我还是有点颜控。我看他的性格倒是挺爽快的哈，快人快语的。于是呢，我也就直接跟他说了哈，我觉得他这个要求呢，可能还是有点难啊，因为北京本地的男生啊，他现在面临的这是北京本地的女生来北京工作的外地女生，人家的选择面是挺大的，不一定找你啊。你应该扩大你的择偶范围才对。还有呢，就是2套以上房产哦，收入3万以上，身高1.78米，还得长得顺眼。那就这样的男生啊，在北京相亲市场里，上至35岁，下至25岁的姑娘都要排大队啊，你能排到哪儿啊？他说：“你看您的经验，我应该调整哪些条件才能更好找一些呢？”那我就说，你最好把年龄和地域都放宽一点。然后呢，还有房产这个方面，我觉得呢，能够有个在北京首付的能力就行，身高呢降低到172以上。然后收入方面跟你差不多啊，就比你高一点点就行，甚至可以看一看离异的男士。我刚说到这儿啊，他脸色就大变了哈，嗓门提高了8度，嚷嚷上来。他说：“姐，我有那么差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完全没必要去找了呀，彻底在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啊。我跟扶贫有什么区别啊？那我花这个时间干嘛呀？啊，那既然都已经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不找了，我自己过不挺好的啊？那我们年龄大一点到底怎么了？惹到谁了？中国的男人都这么肤浅了吗？姐，我不太认可你说的这个。于是我就说，你现在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找了。他说我们女生就不能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吗？大家怎么看哈？评论区聊一聊啊！想找个靠谱的对象，看我的主页。到我这儿来的女生啊，她们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呀？啊，能不能介绍一个有房有车啊，工作稳定的呢？啊，那如果是在私企工作的话，有没有100万以上收入的呢？或者说他自己当老板的，那就更好了。啊，我跟你们讲吧啊，这样的女生啊，她到这儿来基本上啊就是来许愿的。当你给她几个满足她条件的资料看的时候呢，她又会说啊，挑出一堆毛病来。哎呀，这个长相不是我喜欢的，一看照片就没有感觉。行，那咱给她再找几个她觉得长相也在线的，并且呢也满足她有房有车这种条件的。哎呀，你看这个收入啊才20多万，有点低的，那以后的生活会不会压力特别大呀？啊，咱们再来看看吧。哎呀，你看这个做生意的啊，收入倒是不少，但是呢，你看他的学历也不太行啊，还没有我的学历高呢，那以后我们肯定聊不到一起的。好吧，那咱们就再给他找一找学历也满足他条件的，最后呢，终于找到了有房有车、学历高、长相好，甚至收入都很在线的男人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又会给你来一个神反转。哎呀，你说这个条件这么好的男人啊，他能看得上我吗？他会不会特别挑啊？还有啊，他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单着呢？哎，还会来相亲，他会不会有点毛病啊？这个人会不会是个托儿？你们看看啊，他们自己许愿都要许到不相信，真的是啊，有时候心脏病都会给你气出来的。你真的是啊，特别想怼他。相亲的人条件好的其实很多的啊，有年收入上100万，也有自己当老板的，甚至啊都有资产过亿的人啊。人家的条件好来相亲，这不很正常吗？哎，你觉得人家不正常，那你来相亲就很正常吗？那说明你条件差了。那你条件那么差，你还那么挑吗？别人年龄大了，哎，单身，那就是有毛病了。你自己年龄也这么大了，你也不是单身的吗？那你就没有毛病啊。我真的想提醒你一句啊，相亲真的不是买东西的，我们这儿也不是超市啊。你花钱可以随便挑东西，但是在这儿啊，讲究的是你情我愿啊。还有就是啊，最后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条件好的，核心在于你自己配不配得上这样的人，不是红娘决定的。如果你最后真的没有嫁给高富帅，那真的不是红娘的问题啊，是你自己的问题，知道吗？虽然你是公主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人家还是个王子呢。昨天呢，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啊，我给她介绍的一个男孩子啊，最近啊把他拉黑了。2周前，这姑娘啊跟男孩见面以后啊，双方都很满意的，他们2个都是富二代，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非常般配。然后呢，彼此交换了微信之后就开始约会了。第一次约会在餐厅，女孩呢路上有点堵，迟到了1个多小时。半途的时候，男孩就问她到哪儿了啊，等的确实有点不耐烦了。女孩呢偶尔迟到一会儿一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个多小时啊，还是真的有点过分了，对吗？但是女孩到了地点之后啊，不但没有跟男生道歉，反而责问男生说，我在路上开着车呢，你为什么完全不顾及我的安全，不停地催我呀？她觉得男生特别的不绅士。这一顿饭吃下来，男生还是觉得有点歉意啊，那所以对她呢照顾有加，细心体贴。于是呢，女孩那个气也就消了。可是这个时候，男孩对女孩的印象却有些减分了啊。他不但迟到了啊，不道歉，好像男生等他也是应该的。而且呢，这顿饭的中间啊，一直就是男生在照顾他的喜好，而他呢，只是在审视对方的一言一行啊，自己却没有任何的作为。第2次约会呢，2个人啊是去看电影，先约好了的看什么电影，结果临到要开演了，突然啊，女孩说不想看这个了，要不要换一个？男生呢又跟他重新挑选啊，2个人花了1个多小时才决定看什么。在电影院里边呢，中途男生口渴了，顺手啊去拿旁边的矿泉水，因为太黑了看不清，结果呢就抓到了女生的胳膊。这个女孩啊快速的啊抽离了，并且立刻马上来了一句啊，干嘛呀？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啊。男生很尴尬啊，因为在电影院里啊他又不方便解释，心情被弄得很糟。回家以后啊，男生已经开始有点下头了啊，感觉这个公主脾气啊太大了啊，真的是不招人喜欢。可能呢是从小到大呀被骄纵惯了。那第3次的约会啊，直接就夭折在了微信里啊。女孩说要约周日啊，周6她有事儿，结果男生呢把时间弄错了啊，把周日呢安排出去了。这下又惹怒了公主啊！她对男生说，你对我说的话怎么就一点都不上心呢？你到底能不能认真听别人说话？男生说那我以后就认真听你说话好吧。本来男生是想调侃一下的啊，结果这句话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就是在怼她她马上就回应男生说，看来你适合找那种舔着你的女生，那种女生普遍都会哄人嘴也很甜。于是2个人就在微信里你一句我一句就这么吵起来了。最后男生就说了一句，你要是不会说话可以少说，真的是一句比一句难听，你可以闭上你的嘴了，你这个人极其的没有礼貌，知道吗？你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进行评价？你是一个做事情没有计划随意更改什么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迟到了都不懂得道歉，也不懂得赞美别人，总是在找别人的问题，放大矛盾点，还喜欢随意评价别人的人。说完之后呢等这个姑娘打了一长串文字发过去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妥妥的拉黑了。这个时候这姑娘就开始对我说了哎呀，我发现现在的这些条件好一点的男生简直太膨胀了，看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都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呢。他们也不想一想，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和生活圈子里是很难接触得到的好吗？你们觉得这2个人到底谁对谁错呢？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你配得上这样的男生，但是呢，你的竞争对手是什么实力，你却不知道。前不久呢，我这里来了一个92年的女生，她呢想跟我聊一聊自己的择偶定位，因为她说自己从25岁就开始相亲了要求条件一直都不算高没有变过，但是这几年相亲下来没有一个谈成的。之前呢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呢，还有几个男生有点意向接触一下但是后来呢还是因为对方觉得不合适就收场了。她说自己是92年的，想找一个大3岁以内的男生不算过分吧。自己呢是体制内的工作，想找一个同样是体制内的，这一条应该也没有什么毛病吧。然后呢收入方面比自己高一点就行，他1年呢12万，对方呢有个30万就 OK 了。在北京这样的收入的男生不是很多吗？这一条是不是也不算高另外的话呢，自己在北京有房有车，所以希望对方呢也有房子也有车。然后学历方面，因为自己是个硕士嘛，所以呢希望对方呢也是个硕士，这样呢也算是很对等的，对吗？身高的话自己1.65米，要求对方1.75米，这个也很正常，是不是？
我听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啊，从条件的匹配角度来讲的话，这样的要求呢，确实一点都不过分，非常的正常，并且匹配的很好啊，没有高攀也没有下嫁，挺合适的。的确，你的条件应该配这样的男生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你不能忽略了。我给他分析了一下，一个在北京的男生，年龄34岁以下，身高在175以上，体制内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年薪30万以上，还是个硕士的学历，那么这样的一个男生，他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大。就从年龄这一项来讲，他可以从20岁到30岁的姑娘中筛选，而且基本上比你年轻的女孩们啊，也都想找这样的男生，条件要求都跟你差不多。而一个女生的年龄又是男人最看重的一项，但是你自己呢，3个年龄段的男生，从学历来讲，男生呢可以从大专选择到硕士，这一点他的选择范围仍然比你大很多。那么还有就是啊，关于收入啊、房子啊、车呀，这几项是男生不太看重的东西，所以你有车有房对他来说意义不大。毕竟就算结婚之后，你的还是你的，他是占不到太多便宜的，对吗？所以啊，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生们肯定愿意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所以你在匹配对象的时候啊，不要去跟男生匹配条件，而是要跟你的竞争对手去对比一下，你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样才是对的。其实现在啊，结婚率已经非常低了，基本陷入了一个死局。因为好多的女生找对象啊，如果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她就不要啊。那男生呢，你有房有车有存款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也不会给我用啊，我也不要你。有的男生觉得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呀？而没有的男生呢，啊，反正我啥也没有嘛，啊，我就不找了，反正我也找不到。有房有车有存款的女生呢，啊，又觉得那我啥都有了，我找个男人干嘛呀？男人呢觉得，哎，我有别墅啊，靠着大海，哎，我多有钱，我更不想找了，我找谁我都吃亏啊。总之呢，很多的女生啊，不管有没有都不满足，很多的男生呢，不管有没有都不大情愿，比来比去选来选去都30好大几了啊。好多呢，好像自己过啊也没啥大不了的，那就接着自己过呗，反正都习惯了，所以他们都结不上婚。你们说对不对？女生们知道吗？现在真的是变天了，男生们现在啊都在遵循333原则。如果女生还不知道的话啊，你真的要吃大亏了。什么是333原则呢？就是2个人认识之初，男生会主动的3次找你聊天，你回复特别慢啊，或者是回复的特别敷衍的话，他就不会再联系你了。然后呢，约你3次你都不出来的话，那直接啊就追下一个了。接触3个月啊还不想确定关系的，直接就把你拉黑删除了。所以女生不能再说啊男生不主动追你了，那是因为你认为的矜持，或者你就是没有看上他，但是你又没有明说造成的后果。之前女生们都奉行一句话，就是说啊，如果一个男生追你都没有点耐心的话，那就说明他呀不那么爱你。他们还认为在感情当中，男生就应该主动，女生呢就应该矜持。女生如果回应的太积极了，太主动了的话，会很掉价的，也得不到男生的珍惜。那这些观念呢，对他们来说已经根深蒂固了啊，深深的存在于女生的心里面。这些观念有可能是父母给她灌输的，也有可能是她身边的闺蜜告诉她的。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一套观念在如今啊，是真的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因为现在的男生他们也想得很明白了，如果一个不爱他的女人，他就是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她，那也只是追来的东西，不是真心喜欢自己的。男生们还是相信爱情啊是双向奔赴的，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是不会舍得让他追得那么辛苦的。你再漂亮也好，你再优秀也罢，如果你不喜欢他，那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何必要那么上赶着去讨好你？没那个必要的吧。还有很多的女生希望通过考验这个男生是不是舍得给自己花钱来衡量他是不是真心爱你的。说句实话，这件事情啊，反过来对女生也是一样的考验，你们明白吗？如果你是真心爱一个男生，你是不会舍得造他的钱的，你会心疼他挣钱的不易会给他省钱，计划开支，甚至是你都会给他花钱，你更不会把他当提款机，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甚至呢还狮子大开口要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男人都不傻，你要是安心跟他过日子的话，他们其实也不会那么计较钱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男人会说我只给我自己的女人花钱，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好多的男女在相识之初推进关系特别困难，
因为相识之初，女人都要考验男人的诚意啊，男人呢要观察女人的真心，这个时候的男人是最不愿意轻易给你花钱的时候，而女人这个时候呢最关心的就是男人的诚意，而这个诚意呢，他们就是靠金钱来衡量的，一切的一切就坏在这个点上了。你如果真心想跟人家过日子，你就拿出点未来妻子的样子，别整天把自己弄得跟个捞女差不多。哪个男人不下头啊？还想让人家娶你回家呢？我看他躲你都来不及呀。所以你们这一类的不剩下，那谁剩下呀？35岁了，对于一个未婚女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年龄。如果她想找对象的话呢，要么她就会高不成低不就，条件好的呢嫌她老，条件差的呢她看不上，要么呢就是不会经营感情，喝了太多毒鸡汤。殊不知这些毒鸡汤已经开始不好使了。现在的男人不吃那一套，如果不找对象呢，那似乎这一辈子又太长了，一个人要怎么过下去呢？到底该怎么办好？一位粉丝给我投稿叙述了他这10几年的经历。他今年已经35岁了，22岁大学刚毕业因为他的颜值还不错家里就有好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了。这里边真的不乏条件很好的男生，可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眼光太高了，一个都没看上。很多的男生家里房子车子彩礼都准备好了，只需要他点个头就行。等到了25、6岁的时候来说媒的人就更多了。那时候觉得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该谈个对象了，就选择了一个交往可是对方虽然什么条件都符合自己的要求，但是就性格方面太大男子主义了，事事都要听他的，好多事情我基本上所有的意见建议都被否定。这个人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优秀的缘故，所以呢他特别的自我，有点唯我独尊的感觉，而且在生活上他也是个巨婴型的人格，感觉并不成熟，很多事情他都要听家长的意见。最后我们还是不欢而散了。总之那一段谈下来，我觉得条件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呢我又继续的在相亲，直到29岁我都没有相到一个满意的，给我介绍的也不多了，一年当中呢也就2、3个。我感觉自己还是太看重条件了，同时呢我还需要找点感觉，这2样东西一直都是我找对象的原则。可是到了33岁的时候我感觉不能再这么找了，介绍的对象条件也越来越差了，根本就没法跟20多岁时候人家介绍的那些男孩子比。但是年龄大了，这是个硬伤所以我就再一次降低了一些要求，比如可以一起买房还贷对演员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长得顺眼就可以。学历呢我也没有那么需要他必须比我高了，读了本科就可以。收入方面呢比我好点呢就行。后来我真的接触了一位，可是这样的条件的男生我自己的内心实在是接受不了，他没有任何的亮点可以吸引我去喜欢他，而且情商呢也不高。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30多岁的人如果他一直想结婚却一直没有结婚的话，他一定是哪里有点毛病的，不是条件差就是情商低，包括我自己应该也是，所以没有想在一起的兴趣。这个时候我心里的目标又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一点点要求，还是得找个好点的，不然自己喜欢不起来，就算结了婚可能也是勉强不会幸福的，那还不如我自己单着呢。现在我都35岁了，保养的呢也还可以，经济也独立，我就想再努力一把吧，看看还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事情呢，去提醒一下当下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千万不要太好高骛远了。眼前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就尽快谈一个。28岁前最好把婚姻的事情完成了，别最后像我这样拖到最后可能还是自己一个人过。我嘴里说的不将就不过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你们说他说的对吗？目前北京的相亲市场呢，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女生你的年龄直接就决定了男生的交往态度。女生如果28岁以下，那30岁的男生呢还愿意选择你的也会比较积极主动的约你，物质上呢他也会适当的为你付出。那30岁以上的女生呢，基本很难遇到同龄男生的选择了。交往的时候男生也不会太积极了，他们也会要观察女生的一言一行进行评判。在付出这个方面，他们更希望你能跟他有来有往，相互平衡，谁也别占谁的便宜。那这个时候的女生，如果你不太主动还想被动的遇到哪个男生单方面的去追求你，这个概率已经很小了。
女生如果33到35岁之间啊，基本上女生不主动的话啊，还强调自己慢热的话，那男生啊可能直接就放弃你了。约会呢都是非常现实的，比如说先约个不花钱的地方见一下啊，觉得还行呢就去吃个饭，没眼缘或者没感觉啊，直接就找借口走人了，连杯奶茶都不会给你买。要是女生大于35岁，那恐怕不管你主不主动，男生都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了。估计啊，就算你很主动，恐怕都没戏。你们说对吗？来评论区聊一聊吧。过了35岁的女人呢，如果你是个不婚主义者啊，那你可以直接划走了，不要看我这个视频。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成家的，想找个男人结婚的女人，要听我劝一句啊，不要在相亲的时候跟男生啊去炫耀这几样东西，否则你真的可能会一辈子嫁不出去的。第一点，去跟男生说你的学历有多高，你的学历再高啊，那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可是对于男人来讲，他宁愿找一个没上过大学的20多岁的小女孩啊，他都不会去选择一个35岁的博士学历的女人。你说你在这儿炫耀你的学历有什么用呢？第二点就是你跟男人去说你的家境有多好。一个男人啊，他的骨子里啊，天生的就是有一种保护欲的。你太强大了，对于他来说带来的只有压力。他宁愿选一个家庭背景一般的、长得漂亮的姑娘，他也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长得丑的女人。一般来讲啊，一个男人很少有愿意找个强大家庭的女生，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的。第三点就是跟男生啊说你的收入有多高。你的收入再高，那也只能证明你是个优秀的员工嘛，对吧？你的收入再高，也证明了你内在有多强势啊。所以啊，男人他宁愿选一个年轻一些的、收入一般的，但是呢性格比较好的、情绪价值比较高的女生，也不愿意找一个御姐，天天呀得卑躬屈膝的、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所以我发现有好多的女人呐，来到相亲市场啊，真的你站错了队的。你炫耀的这几点，男生根本看不上。人家男生来相亲啊，第一看年龄，第二呢看长相，第三是看女孩子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而几乎所有的女生来相亲市场，首先炫耀的就是自己的学历，然后又炫耀自己的收入，然后还会炫耀自己的家庭条件有多好。而你炫耀的这几点，真的啊是男生不太在意的东西啊。所以女生你来到相亲市场，你不停的炫耀你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的。你要再这么炫耀下去啊，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你们说我说对吗？35岁的女人来相亲啊，她说啊，感觉我们给她推荐的男人条件都不太行。我就凭她这一句话，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怎么会单到这个岁数的。说男人的条件不行啊，你得先看看自己的岁数行不行，好吗？我真的啊说，那20多岁的年轻姑娘啊，人家挑挑拣拣，那是人家有那个资格挑。即便是小姑娘，她没房没车，条件一般，人家也有大把的男生可以选择。可是你都到这个岁数了，你真的不会觉得，哎，你自己都单着呢，那些跟你年龄相匹配的男人也全单着的吧？啊，你这就是天真了嘛。本来你的选择面就已经很小了，你还得找那个条件很好的男的。你就说那些你看得上的男人，有一个看上你的吗？你自己心里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吗？啊，你都这么被拒绝了，你还在这儿嘚瑟呢？自己要想一想啊，咱复盘啊，这几年还有条件很好的男人在追求你吗？要是有，你就不会来我这儿找了，对不对？啊，那些跟你相亲之后还假装装怂的男的，那人家是在给你留面子。要知道啊，你这么来说的话啊，他没上去直接怼你就不错了。听你说这个话呀，啊，好像是这些男人都得排着大队啊，让上赶着让你去挑，结果你还大手一挥，都不入你的眼。哦，我这全都不满意哦。你认为自己条件不错，那敢问是啥条件不错呀？难道是你的年龄条件不错吗？你自己出去问问啊，一个35岁的男生，他要是找个26、7的姑娘，他还得付出的多一些呢。你的条件这么好，你这还没找到呢？啊，你条件好，男的条件不行，你就看不上。那我咋没见你问问那些你都没看上的男人，为啥也没看上你呀？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大龄的女人真的啊，咱别再自己糊弄自己玩了，行吗？别问我今天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不是打压谁鄙视谁，我真的是拿事实说话，你能理解吗？